我顾潇潇乃大渊公主，未来女帝。今日是我与昌盛王萧齐的洞房花烛夜，却意外死在了共饮交杯酒后。没想到我居然重生到萧齐的奶妈容嬷嬷身上，还要照顾她青梅竹马的表妹白翠儿。我前脚刚死，头七都没过，萧齐就把白翠儿接进王府，在交杯酒里下毒的人，该不会是她吧？容嬷嬷，你磨蹭什么？还不把我的雪顶寒醉端上来？是。混账！这可是上等苏绣，我要治你的罪！白翠儿，萧萧尸骨未寒，谁允许你在本王府上大吵大闹的？不好，这张良要是被萧齐看见，一旦知道我没死，再杀一次怎么办？萧齐哥哥，这身衣服是为了见你才特意做的，都被弄脏了。等等，抬起头来。完了，被他发现了。你居然没死！杨柳的花为如你添作佳语。看来我要再死一次了。容嬷嬷，他们都说你为了给不孝子娶媳妇儿累死在田间，我还以为是真的。啥？萧齐哥哥，这个老东西弄脏我的衣服，你得替我出气啊！住口！容嬷嬷是本王乳娘，你竟敢对她不敬！这也行，一样的脸都认不出来。萧齐，你是瞎吗？白小姐，睁眼看看，这儿是王府，是我好大儿的院子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？哼，老泼皮，我来是萧姨妈的意思，我可是她指定的未来儿媳，你敢得罪我，信不信？我妈认你，你找她去，我心里只有潇潇一个，赶紧滚！如果下毒害我的人不是萧齐，那我死后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白翠儿，不能让她走。王爷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白小姐是老夫人选的，你就这么把她赶出去，别人会说你不孝的。那好吧，你给我老实点儿，莫要再生事端。容嬷嬷，我们走。我去，上一世死得早，竟不知这萧齐身材这么好。容嬷嬷，本王累了，要沐浴更衣。什么？沐浴？容嬷嬷，你站那么远干什么？为什么容嬷嬷身上有股萧萧的味道？小齐，你真是饿了，容嬷嬷都吃得下。什么意思啊？咱俩一个年纪，许你打扮的珠光宝气，就不许我风雨无存了？你可真不要脸！听说过老牛吃嫩草，没听说过啃树根。啃树根怎么了？树根越老越有嚼劲。娘，今天我把话放这，我就算娶容嬷嬷，也不会娶白翠儿。你个不孝子，要气死我！姨妈，别生气。公主突然离世，萧齐哥哥一时难以接受，我能理解，也愿意的。那你去河里等。为什么？这样大渊的子民就都能喝上绿茶了。王爷会说，你就多说点。说什么说？陛下因为公主暴毙病倒了，现在曹丞相正召集百官商议大渊未来的新帝呢。不可以！为什么？母后死得早，如今父皇又病倒了，曹正垂那个奸臣把持朝政多年，肯定想扶持自己的人上位。不行，我必须阻止。我是说，你入宫别忘了带上我，面上都带家眷，哪有带奶妈的？王爷和我奶着呢，奶妈也是妈，总比一个抢着当妾室的小三名正言顺。你放肆！此乃王府，岂容你胡闹？滚开！王爷，我肚子疼，得去趟茅房。那你快去快回。这是吃什么了？恭喜二皇子，没了长公主，您就是独一无二的皇位继承人了。喜事变丧事，我这长姐是够命苦的。看来老二和曹正纯早有前程。殿下节哀，您即将登基，一切应以国事为重啊。多亏了昌盛王萧齐，这事才进展得如此顺利啊！丞相运筹帷幄，本宫保证，只要登王称帝，就认您为义父，封摄政王。臣必定鞠躬尽瘁。看来我的死，这两人也有参与。但萧齐到底是被利用，还是他们一伙的？
难道先前的种种深情都是装出来的？月亮本是仙人笔下，我的乖女儿啊，你怎么舍得父皇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？幸好我小时候调皮，在沟里挖了一条狗洞。你是哪个宫的嬷嬷？怎敢乱叫？你好好看看，真认不出我吗？我是你女儿呀！女儿，这年轻时虽然风流，子嗣众多，但绝不可能生出你这么人老珠黄的女儿。我是潇潇啊，您的宝贝长公主。你这么说，是想安慰朕吧？朕老了，不是傻了。算了，朕念你也是一片好心，赏黄金10两。这也太小气了！父皇当年背着母后偷藏的私房钱都100两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当然，当初要不是我机智，黄金藏在cung头里，您的耳朵都要被母后拧掉了。还敢提此事？这眼神不好，抓了满手的人中黄。你真是娇小！大胆贱婢，谁让你去抢的？老二，他是你整。我无法自证身份，死而复生更是天方夜谭，说不定还会让老儿借机杀人。看来没查清楚幕后黑手之前，不可暴露身份。我是长公主的嬷嬷，陛下，刚刚的事儿都是长公主说的，她还让我告诉你要小心啊。找死！陛下面前，一个奴才也敢凑那么近？哎，父皇，不是我说，您放着3宫6院不要，怎么看是个年老色衰的嬷嬷？要是让外人知道，会说您老眼昏花。哎呀，混账！朕只是觉得容嬷嬷和你长得很像，多说几句你就满口胡言，是不是？现在看朕病了，老了，想要造反了？儿臣知错。父皇息怒。曹丞相和王公大臣们已在书房等候多时，准备与您商讨未来的储君之位。大逆不道！你长姐新丧不久，这些畜生就急着取而代之吗？还没死呢！你们，陛下，这老不死的，要不是看你时日无多，我早就弄死你。来，管好你的嘴，不然要你的命！父皇，还好只是急火攻心，必须找到老儿谋反的证据，这样父皇才能相信我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，我就能检举他们了。殿下，你我之间的信件一定要处理好，否则后患无穷啊！容嬷嬷，你到我书房做什么？此人断不可留，杀了他！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哎！救命啊！住手！住手！哇，英雄救美，好浪漫啊！不过，是我奶妈，这对吗？秀琪，你敢跟我动手，找死！王爷，快！这些信件是二皇子和曹丞相谋朝篡位的证据。什么？干得好，殿下！你们果然串谋，故意销毁证据。王爷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我刚才明明看见那信封上写了你们2人往来的信息，这还不算证据吗？那只是殿下和臣互诉衷肠。对，我与曹丞相的确心意相通，一日不见，如隔3秋，才会写信往来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龙阳、乱秀、鱼塘？老二，你属猪的呀，什么都吃得下。我是属猪，没错。我去，这傻子不按套路出牌了。放肆！一个嬷嬷敢对殿下不敬，按律当斩！来人！王在，谁敢伤害我的女人？你的女人？难道小琪终于认识我了？小琪，你是眼睛瞎了还是脑子有病？她可是容嬷嬷，你比我这个属猪的还不挑食啊！本王从小被容嬷嬷拉扯长大，说她是我的女人，错吗？又是空欢喜一场。王爷，此乃二皇子书房，你的奶妈溜进来偷拿信件，这事莫非是你授意的？
想要栽赃老臣和殿下，趁机谋反。曹正纯这个狗东西，想要反咬我们一口。曹丞相，说话做事可要讲证据。人赃俱获，还要什么证据啊？少扯什么四字成语，听不懂。本王只知道我的容嬷嬷就是拉个肚子，人在茅厕呢，谁知道怎么被你弄到这儿来的？对对对，我正蹲在茅坑出大功呢，屁股刚擦一半，曹丞相就冲进来勾引我，非要我做丞相夫人。我不从啊，他便抢走厕纸，然后我就稀里糊涂的睡他来到这儿了。这样也行？我去，老曹，你不光男女通吃，连年龄也不分了吗？一把年家吃母乳，也不怕被人笑掉大牙？胡说八道！我抢你厕纸，纸在哪里啊？被二皇子吞进肚子了。岂有此理！一个偷窃的刺客奶妈，竟然倒他一耙！刺客奶妈，曹正纯，你的想象力还真丰富啊！哎呦，曹大人，我这胸可不是用来奶你的。殿下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那就去父皇面前说清楚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啊！岳父大人，父皇啊！你的楚儿子欺负你可怜的女婿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嘿，你还哭上了？把话说清楚，谁是主啊？你方才自己承认的，大家都听见了。小七，你敢侮辱本宫！我喉咙有本事松开！好啊，没问题。小七，你个王八蛋，摔死老子！你看，真听你话，松开手，你又不高兴。打不死你，我砍死你！都给我住口！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隐瞒了。其实我不是什么容嬷嬷，更不是刺客奶妈，我是大燕长公主未来的女帝穆潇潇。小七，你吃傻子的奶养的，难怪脑子也不好使。容嬷嬷，就算你想勾引萧齐哥哥，也不能憋得出这么离谱的话，谁信呢？我信。好人不长命，我害一千年。潇潇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。姓萧的，有本事你给我再说一遍！萧齐哥哥，你该不会真的信容嬷嬷的一面之词吧？他只是想要利用你脱身，才信守父皇的。不，潇潇不会骗我的。他不是小小，是容嬷嬷，你能不能清醒点？长公主已经入土为安了。够了，我属猪，你们就真当本宫是猪吗？皇姐的棺材板可是我亲手盖上的。王爷为了掩盖罪行，栽赃我和二皇子，居然编出如此荒唐的笑话。你们还不把容嬷嬷押去审刑司，给我大声伺候！丞相确定这是大刑伺候？我怎么感觉他还挺享受的？殿下有所不知，这叫最快乐的痛苦。人会在笑声中慢慢被折磨致死。放了容嬷嬷，不然我就去找父皇告一状。说那么多废话干嘛？你倒是救我啊！正好，我也要去，看他是信我这个亲儿子，还是你这个女婿。你现在就去把父皇请来啊！有病吧你！乾清宫距离慎刑司好几里，你让我去请，想累死我呀！要去你去，我也懒得走，就你去，你去。够了，你们再不去，我就真死了。哼，你不是我皇姐吗？死过一次的人，那再死一次也没事吧？殿下说的对，现在就砍死。你要是还能复生，我们就信你是九公主。哎，笨手笨脚，让我来！慢着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父皇，您终于来了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别听这个老嬷嬷胡说，她就是个刺客奶妈，到我书房窃取书信，想要陷害我曹丞相。没错，容嬷嬷被我们发现，就伪装成长公主，说什么死而复生，陛下可不能相信她。把人放下来。什么？父皇，你难不成跟萧琪一样，也喝过容嬷嬷的奶，被她迷惑了？女子，再敢胡说，我割了你的黄带子！赶紧把人放了。你说你是潇潇？
潇潇生性顽劣，说不定是在研究某种秘术，把自己玩死了，然后借尸还魂。敢说我顽劣？萧琪，你找死是不是？太像了，潇潇以前就是这么骂我的。萧琪，亏你还是大渊的王爷，连借尸还魂的鬼话也说得出口。王爷，还是先解释解释，你指使奶妈容嬷嬷潜入二皇子书房，到底意在何为吧？你们都闭嘴！容嬷嬷，你自称是朕的长公主，可有证据？证据我有，可父皇确定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出来吗？说不出来就老老实实承认，少在这装神弄鬼。没错，圣上英明神武，一生坦荡无惧，有什么事怕人说呢？其实也有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客气了。8岁那年，你打碎母后最爱的琉璃盏，反手说是我干的。10岁那年，母后让你戒酒，你将女儿红藏进我的夜壶里。还有13岁那年，好了，别说了。没想到母后生前这么厉害，怪不得潇潇把我这个纵横沙场的王爷也吃得服服帖帖的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遗传？这种事情啊，只有自家人知道，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。皇姐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你要去，殿下闪开，看我一口粮食酒，让这冒充长公主的老妖婆现原形。我的眼，皇姐，救我！我瞎了，皇姐。你圆点。白翠儿，你想干什么？是老妖婆胆大包天，萧琪哥哥，你可不能执迷不悟啊！没错，以微臣看，如果此人能扛得住慎刑司72道刑法，那他的话或许才有几分可信。慎刑司72道刑法，不死也是废人了。曹老狗果然是狠。父皇，你要相信我呀，我还能说出很多秘密，从出生到死之前。打住！你再说下去，真怕是要晚节不保了。此事复杂，先留容嬷嬷在宫内慢慢调查，陛下不可。此女既然能知道宫中那么多秘史，保不齐是扶桑小人用了什么东洋邪术，想冒充长公主，夺取我大渊皇位呀！此话有理，父皇，曹丞相手下有专门调查外敌的组织，名为血滴子，把他送过去严刑拷打，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不好，如果真被送去曹狗那里，那我这辈子都没机会出来了，说不定还会被扣上倭寇的帽子。等等，怎么不敢了？我早说过，这个嬷嬷非常可疑。容嬷嬷，你到底是谁？救我！我不想被送去血滴子。他在装病，快从我萧琪哥哥的怀里滚开，看我不用狗血淋漓！父皇，快下圣旨吧。那容嬷嬷暂时留下，小琪，你先回去。父皇，恕儿臣难以从命，只怕臣这一走，容嬷嬷就会被某些居心不良的小人折磨致死。萧琪，你竟敢违抗皇命！萧琪哥哥，你等等人家！谁把灯吹了？蠢货！容嬷嬷，容嬷嬷，别装了，快起来！本王有事问你。既然你不肯配合，那就别怪我使出最后的绝招了。别装了，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。快告诉我，你究竟是不是顾潇潇？还有你去二皇子的书房，到底发现了什么？不行，没查清谁在我酒里下毒前老儿谋反之事，我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就算萧琪是无辜的，但以他的脑子，保不齐会说出去，那我肯定会被他们弄死的。哎呀，头疼！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都不记得了？少装了！如果你不是潇潇，怎会知道陛下怕老婆的事？先前长公主来王府时，无意中说秃了嘴了。那你为什么说自己是长公主？我就是单纯看不惯二皇子那个废物，还有曹丞相，不想当今圣上被他们蒙蔽。是吗？你要是骗我，该怎么办？我要是骗你，我男人就会被天打雷劈。你就是顾潇潇，还想骗我？我真不是，这纯属意外。再换一个，我要是骗你，我男人就平地摔死。哎呀，
你还不承认？萧琪哥哥，不知道哪个渣男对天发誓，天上打了好大的雷，我好怕哦。不是渣男，是渣女，拿自己夫君的命赌誓。你害怕找我干什么？送来，回去拿驴毛把耳朵堵上。这家伙还真是个钢铁大直男啊！可人家腿软，没办法去拿。那就爬着去。可是人家连爬都爬不动。王爷，快送白小姐回去吧，要不我走，给你们腾地方。你给我回去！这不是能连跑带跳的吗？别说拿驴毛，驴都扛得动。你走不走？不走我还踩。我走。容嬷嬷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茅房。茅房？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冒头了，我快拉出来了！这里面放了十足的鹤顶红，别说是人了，大象来了都得死。大郎，不是，父皇应该喝药了。你小子活了这么大，就这次算是干了点人事。老家伙，你喝了这碗毒药，我就登基为帝，当然得好好伺候你了。混账，想把我烫死呀！哎呀，烫你也忍一忍吧。你能喝，你来。义父，我脸上长了药痣，会不会死啊？你喊的什么义父？难不成你们想造反？废物！好啊，老二，你翅膀硬，竟连同外人和父皇作对。来人，把这两个逆贼给我抓起来！皇上病了，跟我没关系，都是曹丞相逼我这么做的。烂泥扶不上墙。禀告丞相，大功告成。什么意思啊？曹承春，你做了什么？我让人杀了你的好女婿，没了昌盛王的援兵，皇城内外都是我的人。老东西，你的死期到了，明日我就是君临天下的帝王。哎！你是何人？为什么要救我？父皇，是我。微臣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你们还活着？怎么可能？居然没死！那当然，我可有软猬甲。软猬甲？那是潇潇的贴身之物，你果然是他。完了，暴露了！哎呀，萧琪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老二已经开始谋反了，父皇有危险，我们快去皇宫。你真是皇姐？不可能，你的毒是我亲手下的，这棺材是我亲手钉的。老二，为了皇位，你居然连父亲和亲姐姐都杀！我这废物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刚刚他想毒死我，打翻药丸，结果药汤溅进他嘴里了。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好，天亮了，睡够了，我们又可以开工了。不要！老实点啊，朕保证不弄疼你。救命啊！容嬷嬷拿针扎人了！胡说什么？朕这针法可是专门给你治疗肾亏的，不然你怎么跟朕绵延后嗣啊？太好了，我们又要有妹妹了，我们又要有弟弟妹妹了。老婆，你登基5年，连生3对4胞胎，再要我怕你奶不过来啊！我连你都奶得了，还怕多几个孩子吗？啊！